近日，中国房地产巨头恒大集团被香港高等法院勒令清盘，预示着中国房地产业进入全面崩溃的阶段。恒大留下的烂尾楼高达162万套，涉及600万业主，他们能否拿回房子已成疑问。更令人吃惊的是，据估算，中国目前共有约2000万套烂尾楼，这是一个令人生畏的数字。要完成这些楼房建设，需要动用超过3万亿元人民币，几乎相当于一个年度国内生产总值。在经济低迷的大背景下，政府口头上喊着保交楼，却没有任何具体行动，房企纷纷陷入困境，烂尾楼问题愈演愈烈，直逼社会稳定的底线。恒大清盘后，100万套烂尾楼难交付。上周，中国最大房地产企业恒大集团被香港法院勒令清盘。援引外贸银行高级经济学家的话说，这标志着恒大漫长的清算过程正式开始，其日常运营将变得更加困难。恒大表示，会努力在保障债权人权益前提下推进保交楼，但业内人士指出，恒大已经严重资不抵债，其负债总额高达2.44万亿元，根本无力完成预售房的交付。恒大留下的烂尾楼达162万套，涉及业主600万户，这些人能否拿到房子成为一个巨大疑问。以河南一处恒大烂尾楼为例，业主郭某在2021年投入82万元购买了一套恒大楼盘，结果仅建成框架就停工烂尾。一期业主担心楼房无法交付，2、3期工地只有寥寥数人在做样子，完全没有复工迹象。在恒大暴雷后，广大业主对能拿到房子的希望已经渺茫。更令人震惊的是，据专家估计，目前中国存在约2000万套各种类型的烂尾楼，要完成这些楼房建设，动用资金约为3.2万亿元。这个数字相当于一个年度的国内生产总值，可以想见政府根本无力支持。保交楼成为了空洞的政治口号，民众是断无指望的。房企财富缩水做战略调整，上海成鬼城。在过去几年时间里，中国顶级房企的主要财富已经缩水了80%以上。以中国某龙头房企为例，其资产总值从2019年的2000亿剧减到了仅500亿元。业内人士透露，各大房企看好的商业地产项目也难以为继，上海的陆家嘴、卓美亚等高端商圈已成为空城。面对经济下行压力，各房企只能停止拿地，通过变卖资产缩小业务规模来维持。但收缩后依然难以为继，因为房地产的盈利模式就是利用新贷来偿还旧债。在融资渠道干涸的当下，房企仅靠剩余现金也只能维持运营1年左右。更让业内人士担忧的是，房地产销售已经全面退动。据统计，2023年40多个大中城市的新房成交量同比普遍下跌20%以上，房企今年仍难以通过销售获得资金缓解困境。在经济低迷的大背景下，政府全力救市的希望也很渺茫。业内预测，今年房企倒闭潮将会来袭，到时烂尾楼问题将会激化，引发更大规模的社会动荡。烂尾楼苦主最悲惨，银行与政府勾连弹压。在烂尾楼问题上，那些已交足款却得不到房子的业主无疑最为悲惨。他们不仅失去了一生的积蓄，还背负着高额银行贷款。以重庆、成都等高层住宅较多的城市为例，部分业主只能搬进没有电梯、门窗尚未装修的半成品楼里居住。这种先住后装的做法存在很大生命安全隐患。但即便居住条件恶劣，由于投入了毕生积蓄，业主也不得不续缴贷款。如果试图断供，则会受到银行与政府的联合打压。业主透露，一旦断供，法院会判决业主其他资产强制用于偿还房贷，政府还会将业主列入个人征信黑名单，限制购买火车、机票等民生消费。由于银行实际上隶属国家金融管理部门，
断供者无法避免遭到政府机构的打压报复。在银行和政府的双重压力下，绝望的烂尾楼业主根本无法躺平，只能继续背负巨额债务，且不得诉诸法律。这种情况下必然会酿成严重的社会动荡。房地产业严冬来袭，烂尾楼或引发社会危机。目前中国房地产业已经陷入了空前的困境，各种指数表明行业已经进入严冬。有报告指出，中国有约2000万套烂尾楼尚未交付，完成这些楼房建设的资金缺口约为3.2万亿元。在开发商普遍存在严重资金链问题的背景下，这些预售楼能否交付已成疑问。报告预测，如果今年的房屋竣工率仅为20%，那么开发商自2015年起预售但无法交房的比例将高达50%。这意味着大量的房产投资变成毫无回报的黑洞，业主收房无望，社会稳定将面临严峻考验。仅恒大一家就可能造成60万投资人无法交房的困局。在经济下行压力持续的情况下，明年烂尾楼引发的社会危机还将继续蔓延。房地产业进入深冬意味着 GDP 增速的降低，如果政府不能推出有力的政策干预，社会动荡不可避免。事实上，在金融环境趋紧的大背景下，政府也没有充裕的资金源不断输血救市。熟知内情的业内人士判断，中国房地产业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，正常的商业运作已经失效，能否交付烂尾楼完全取决于政府出手救市，但政府显然无力应对这样规模巨大的系统性危机。在经济下行趋势不改的情况下，明年及以后数年，房地产领域的烂尾楼问题将持续恶化。不仅会有更多楼盘烂尾，就连已预售的楼盘交付时间也将不断推迟，这将导致更多业主的信任危机，以及更频繁、更广泛的抗议活动。与此同时，房价下跌也将改变人们的消费预期。大量资金被锁定在贬值房产中，将带来消费萎缩和生活水平下降，这必然导致社会矛盾积累。未来几年，中国各地群体性事件将时有发生。在此背景下，政府维稳压力随之增大，需要从财政中抽调更多资源应对经济下行造成的社会动荡，但这又将挤占其他政府投资，导致增长预期下滑。随着矛盾积累，中国经济社会面临着结构性危机，房地产领域的烂尾楼问题将演变为引发广泛社会危机的导火索。目前，中国经济增速放缓，失业问题加剧，民众购房力度下降，这都显示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到了极限。在这样的背景下，大量烂尾楼的出现预示着社会动荡的来临。一旦出现断供潮，会触发经济螺旋式下降，业主群体损失惨重，会因绝望而引发暴乱。同时，地方政府失去土地财政收入急剧减少，难以为断供业主提供救济，形成恶性循环。在经济下行压力下，地方政府也会频繁爆发无法偿还债务的危机，进一步削弱政府稳定民心的能力。而在政治上，烂尾楼问题的持续恶化也会动摇人民对政府与体制的信心。收房无望的业主很可能将情绪指向政府，导致政权合法性下降。一些抗议活动也会向反对政府的方向演变。当地方政府无力提供救济时，中央政府若不出手干预，也会被视为失职。这将在全社会激发出对政权的不满情绪，严重威胁社会大局稳定。在当前中国经济下行背景下，房地产业的危机已影响社会经济多方面，烂尾楼问题将成为导致社会动荡甚至政权危机的导火索。如果不能迅速解决巨量烂尾楼问题，中国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将面临严峻考验。